Palantir 一季度收入增长 85%， 营业利润率 46%， 还拿着一份上限100亿美元的陆军协议，公司几乎把所有好消息都占齐了。可越是这种时候，投资者越容易在同一个数字上栽跟头。100亿美元，这100亿到底有多少已经变成真实订单？有多少能确认成收入？最后又有多少会变成现金答案？和大多数标题暗示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接下来我会把这份协议一层层拆开，也看看 Palantir 真正强在哪里，市场又提前支付了多少未来。大家好，我是志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只和大家一起看清市场逻辑。先把一个容易被情绪盖住的事实讲清楚， Palantir 已经不是那种只有宏大故事却拿不出利润和现金流的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它的总收入达到 1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 这个速度放在任何成熟软件公司身上都很难被轻轻带过。更有冲击力的是美国业务，同期美国收入 12.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 美国商业收入 5.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3%， 美国政府收入 6.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4%。 这些数字说明需求不是只在一个角落冒出来，而是在政府和商业两边同时扩张。利润也不是靠一句调整后盈利撑起来的。公司披露的 ZAP 营业利润是 7.54 亿美元，营业利润率 46%，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ZAP 净利润 8.71 亿美元，经营现金流 8.99 亿美元。至少在这个季度，收入增长、GAAP 利润和经营现金流同时表现强劲。所以如果有人还用几年前的眼光把 Palantir 简单归类成高估值低兑现的软件故事，我认为已经跟不上公司现在的变化。可真正麻烦的地方也恰恰从这里开始，公司越能兑现，市场越愿意把更远的未来提前放进价格里。对按高增长预期定价的投资者而言，压住的不只是下一季收入，它还包括政府订单能不断落地，商业客户能接上来，利润率不会明显回落，政策和声誉争议也不会伤到采购资格。任何一个环节松动，价格面对的都不只是一次普通财报波动。我更倾向于把 Palantir 看成一家公司和一组预期的叠加。公司本身正在变强，这一点有公开数据支撑，但预期走得有多远，不能只靠收入增速判断。很多投资者最容易混淆的就是好公司、好合同和好价格其实不是一个概念。要理解这种错位，得先弄清 Palantir 到底卖什么。它不是替客户制造全部底层数据，也不只是给企业装一个大模型。他做的事情是把分散的数据、访问权限、业务规则和实际动作接到同一个决策系统里，让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更快做出判断。听起来还是有些抽象，放到企业里，它可能连接库存、订单、生产、人员和供应链；放到政府项目里，它可能连接后勤、任务、权限和资源调度。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界面看起来多漂亮，而是组织原本割裂的流程开始在一个系统里协同，这也是 Palantir 粘性的来源。一个普通软件不好用，企业可以换掉，可一套系统一旦进入核心工作流，替换就不只是重新买许可证，数据要迁移，权限要重建，员工要重新适应，原来的决策流程也可能被打断。这里的转换成本往往比软件价格本身更重要。但我提醒大家，粘性不能直接翻译成永久收入。产品难替换，只说明客户更有理由续用，客户是否继续付钱，还要经过预算、采购、项目优先级和合同条款。这个差别看起来细，放到估值里却可能非常大。政府采购尤其容易让人看错，新闻标题通常只给你一个总金额，好像合同一签，未来收入就已经锁定，真实流程要复杂得多。政府可以先建立一个采购框架，让合格单位以后更容易下单，真正的金额则要靠后续任务和预算逐笔形成。一份大框架更像是把公司放进可采购的货架，并把最高额度写在货架上。它说明 Palantir 通过了重要门槛，也说明采购路径被缩短，但货架上的额度不是已经结账的金额。对这份企业协议而言，公开记录显示实际义务通过后续子订单逐步形成，履约之后才可能进入收入确认。从订单到报表，中间还隔着几道门。客户要真正承诺采购，公司要提供产品和服务，收入要按照会计规则确认，之后还要看应收账款何时变成现金。
市场最喜欢把这几层压成一个数字，因为大数字最容易传播，可投资判断恰恰不能偷这个懒。美国陆军的企业服务协议就是很典型的案例。2025年7月，陆军把75份相关合同整合成一份企业协议，期限最长10年。陆军和其他国防机构可以按需要采购 Palantir 的商业产品，协议写出的最大潜在上限是100亿美元。这里必须把边界说得很清楚，陆军原文明确表示100亿美元只是最大潜在上限，不代表具体采购义务，也不代表已经承诺的订单。把它写成 Palantir 拿下100亿美元订单，传播上很刺激，财务上却不是一回事儿。截至本轮核验时 ，US Spending 页面显示，这份协议下有36个子合同，合并以义务金额约 9.21 亿美元，合并潜在金额约 11.83 亿美元。原始企业协议本身的交易金额为0，实际金额是通过后续订单逐步形成的。注意，这并不是说100亿美元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大额上限说明 Palantir 已经进入一个很有优势的位置，未来新增任务可以沿着现成路径采购，不必每次从零开始。只是这个优势应该被理解成获得订单的通道，而不是已经确认的收入。我真正担心的是市场在兴奋时会把通道、订单和现金流混在一起。9.21亿美元以义务金额，不等于全部已经确认收入，11.83亿美元潜在金额，也不等于一定会兑现100亿美元上限，更不能直接放进收入预测。3个数字都重要，但他们讲的是3件不同的事儿。这份整合协议对 Palantir 至少带来一个很实际的好处，采购流程统一之后，不同单位更容易采用同一套产品，价格和部署方式也更容易标准化。对于已经有经验、有部署记录的供应商，这种路径优势会不断累积。客户一旦在多个单位使用同一套系统，依赖也会增加。培训、权限、接口和工作习惯逐渐围绕产品形成，后来的替换成本就更高。支持者看重的正是这一点。Palantir 不是卖完软件就离开，而是逐渐嵌入客户如何看数据，如何分配资源，如何执行任务。可另一面也不能省略，每一次真实收入仍要看预算有没有通过，项目是否继续，单位是否真的下单，合同有没有延期或终止。软件可以很黏，政府也可以因为政策、预算或项目优先级调整而改变采购节奏，这就是大合同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时间风险。公司在10Q 里也明确提示，政府合同会受到预算、采购政策、合同授予延迟、竞争和项目优先级影响。许多合同还允许客户便利终止。所谓便利终止，简单说就是客户不一定要等供应商违约，按照合同安排也可能提前结束合作。这不代表风险马上会发生，但它告诉我们，政府软件的收入能见度并不是一条完全笔直的线，项目可能长期存在，具体订单却会前后移动，框架可能继续有效，预算释放却会变慢。如果只看协议总额，很容易低估兑现所需要的时间。Palantir 披露的剩余履约义务是45亿美元，预计其中约 39% 会在未来12个月确认。这个数字比合同上限更接近收入能见度，因为它对应尚未履行的合同承诺，但公司也说明许多可便利终止的金额不会计入剩余履约义务。这又带来一个容易看反的细节，剩余履约义务不是所有未来可能收入的总和，它排除了一些可取消部分，可它也不是现金已经到账。更稳妥的做法是把它和实际收入、应收账款、经营现金流放在一起看，而不是单独挑一个最大数字。截至2026年3月末，公司应收账款约14亿美元，其中一个客户占应收账款 31%。与此同时，没有单一客户占季度总收入超过 10%。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很有意思，收入来源没有被一个客户完全控制，但回款时点仍可能受大额客户影响。我不会仅凭 31% 就下结论，因为政府和大型企业采购本来就可能形成较大账期。可接下来如果应收账款增长持续快于收入，或者单一客户占比继续上升，就值得多看一眼。利润已经确认，不代表现金转换过程可以忽略。现在再回头理解权利这个词，就不必把它讲成阴谋。对一家软件公司来说，权利可以被翻译成更具体的财经语言，谁进入关键决策入口，谁就更接近客户每天必须完成的动作，也更容易获得续约扩展和新项目。当一套系统进入情报，
后勤、医疗或大型企业运营，它就不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管理层和执行人员会通过它读取信息、设置权限、调配资源。产品位置越靠近决策中心，商业价值越高，公共责任也越重。事情到这里，风险开始变得不只来自技术、数据治理、采购透明、访问权限和公共信任，都可能从社会讨论变成经营变量。如果争议只是停留在舆论层面，财务影响可能有限；如果它开始影响招标条件、客户续约、员工招聘或监管要求，市场就会重新评估增长的成本。这里需要克制。公开争议不等于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人员关系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合同靠不正当方式获得。投资分析最怕用立场替代证据，我们真正要观察的是争议有没有留下可量化的经营痕迹，而不是先选一边再去拼凑结论。2026年6月，美国陆军公布下一代指挥与控制项目的共同数据层基线 Palantir Foundry 和 Anduril Lattice 共同提供从边缘到云的数据网格。这个项目说明 Palantir 处在关键位置，但官方材料同时列出 Anduril、Lockheed Martin 和 Raft 等合作方。所以把 Palantir 描述成美军唯一操作系统，或者说它垄断了整个项目，都超出了公开材料。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在关键数据层和工作流里拥有重要位置，同时仍处在一个由多家企业共同参与的体系中。这个边界不能模糊。我认为这种边界反而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公司 Palantir 的竞争力不需要靠唯一来证明。它能进入复杂项目，连接多类数据，适应高安全要求，并在真实任务里持续部署，本身已经是很高的门槛。夸大独占只会把可验证的优势变成脆弱叙事。政府业务的好处很明显，项目周期可能更长，部署经验可以形成信誉，成功案例也能帮助公司进入其他部门。历年联邦采购记录显示，截至2026年7月更新页面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 累计获得的联邦采购授予总额约50亿美元，涉及1876笔交易。但这个约50亿美元是历年累计授予口径，不是单年收入，不是现金回款，也不是当前合同余额，更不包含全部海外政府和商业业务。数字越大，越要先问它属于什么口径，只要口径一换，结论可能完全不同。政府业务占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总收入 53%， 商业客户占 47%。 这说明政府仍然是重要支柱，但公司已经不是只靠单一政府叙事维持增长。真正能缓冲政策周期的是商业业务能不能持续扩大，而且扩大的足够健康。美国商业收入当季同比增长 133%， 过去12个月客户数从上年同期的769家增加到1007家。这组数据相当强，它说明增长不只是来自政府项目，也有更多企业愿意把 Palantir 带进自己的运营流程。可市场接下来会问得更细，客户数量增加是试用项目变多，还是进入长期部署？收入增长是少数大合同推动，还是客户普遍扩展？新客户进来以后，能不能在更多部门使用？这些问题不能仅靠一个季度回答，却决定商业业务能否成为估值的第二根支柱。我会把商业收入看成一个很关键的验证窗口。如果未来商业客户和商业收入继续同步扩张，且单一客户依赖保持可控，才更能说明产品能力正在降低对单一政策周期的依赖。反过来，如果增长越来越依赖少数巨额项目，市场会重新追问质量。这也是为什么 Palantir 不能只按国防承包商理解，也不能只按普通企业软件理解。它同时拥有政府项目的长周期复杂部署和商业软件的扩展潜力，两种模式叠加给了它很强的想象空间，也让财务口径变得更容易被误读。再来看利润的含金量， GAAP 营业利润 7.54 亿美元，经营现金流 8.99 亿美元，这两个数字都说明盈利改善是真实存在的。公司披露的调整后自由现金流是 9.25 亿美元，但这是非 GAAP 指标，它在经营现金流基础上加回了实际支付的股权激励相关雇主税款，并扣除资本开支。我不赞成为了质疑高估值，就把所有调整后指标都当成没有意义，也不赞成看到现金流漂亮就忽略口径差异。比较稳妥的方式是用这批利润确认公司有没有真正盈利，用经营现金流看利润有没有转成现金，再把调整项目单独拆开。第一季度股权激励费用约 2.02 亿美元，它没有抹掉公司已经实现的 GAAP 利润，
但它仍是分析利润质量时需要保留的一项成本。市场情绪高涨时，人们容易只看增长最快的数字；情绪转弱时，又会只挑最刺眼的成本。两种看法都不完整。我更关注的是这些指标能不能持续同向。收入高速增长， GAAP 营业利润同步扩大，经营现金流也跟上，应收账款没有失控，这样的组合更有说服力。如果未来利润率靠调整项目维持，而现金回收开始变慢，判断就要重新校准。支持 Palantir 的人会说，复杂组织需要把数据和行动连起来，公司多年积累的部署能力暂时很难替代。批评者担心的则是供应商锁定、数据权限、公共采购透明以及社会信任成本，两边都提出了真实问题，但投资者不必急着站队。技术领先能不能转成长期回报，要看客户是否持续付费，公共争议会不会伤到公司，也要看它是否影响合同、采购资格和续约。情绪可以推动一天的股价，经营变量才会改变几年后的结果。把争论落回可观察数据，噪音就会小很多。如果让我持续跟踪 Palantir， 我会先盯政府协议转成真实订单的速度，不是直属又出现了多少亿美元上限，而是看以义务金额、子合同数量和后续订单是否稳定增加。框架打开了门，真正走进去多少才决定收入兑现。然后我会看商业收入和客户扩张能不能保持质量。公司披露的总客户数从769增至1007，同时美国商业收入增长 133%。接下来需要观察的是，这种增长能否延续，是否来自更广泛的商业采用，而不是少数大合同集中贡献。利润和现金流要放在同一张图里。GAAP 营业利润、经营现金流、应收账款和股权激励费用最好一起看，只挑其中一个指标，容易得出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的结论。真正稳定的盈利应该经得住多种口径交叉检查，政策和声誉风险也要量化，招标资格有没有变化，合同授予有没有明显延迟，客户续约是否受到影响，招聘和监管成本有没有上升，这些才是能够进入财务模型的信号。单纯的舆论热度不能直接等于收入损失。当这些信号都向好时，市场愿意给公司更高预期并不奇怪。政府订单持续落地，商业客户扩张，利润和现金同步增长，说明产品优势正在变成经营结果。可一旦其中几项出现分化，高估值就会让很小的变化显得很大，这也是成长股常见的难题。公司可能没有变差，只是增长从极高速度回到正常速度，价格仍可能重新调整。因为市场提前支付的不是公司会不会增长，而是增长会不会比已经很高的预期更快。这里的门槛完全不同。Palantir 最容易被看错的地方，就是把强产品、强增长和高估值混成一个结论。强产品能提高客户粘性，强增长能证明需求，利润和现金能证明商业模式正在成熟。但这些都不能自动回答，当前价格已经提前计算了多少未来。同样，大合同也不能单独回答投资价值。协议上限证明采购通道很宽，以义务金额说明真实订单正在形成，但收入确认、现金回款和未来增量仍要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兑现。我最想让大家带走的不是 Palantir 应该乐观还是悲观，而是一套看政府软件公司的方法。看到巨额协议，先问他是框架上限还是具体订单，看到订单再问是不是以义务金额，看到收入再看现金有没有跟上，再往后还要看政府和商业客户是不是互相支撑。政府项目提供复杂场景和信誉，商业客户验证产品能否离开政策周期独立增长。两边都强，公司质量会更扎实。如果只剩一边支撑，风险就会更集中。至于权力，也不必把它讲得神秘。软件进入决策入口，确实会带来更高粘性和更强溢价位置，也会带来更严格的治理要求。商业价值和公共责任在这里同时上升，忽略任何一边，都会把公司看得过于简单。我的判断是 Palantir 已经用财务数据证明自己不是空故事，但它还需要不断证明今天的高增长不是某几个合同和某一个政策阶段的偶然结果。政府采购落地速度、商业扩张质量、利润现金同步性和声誉成本都会决定未来兑现的斜率。如果这些指标继续改善，公司可能用业绩追上市场的高期待；如果订单转化放慢，商业增速回落，或者政策争议开始留下经营痕迹，市场也会重新计算愿意提前支付多少未来。
这里没有一句简单口号能代替持续跟踪。你判断 Palantir 时，更看重政府采购带来的粘性，还是商业客户能不能继续加速？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平时看到巨额政府协议，会先看合同上限，还是先找以义务金额和收入确认？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最热的时候多保留一点口径意识和风险判断，可以订阅智行投研室。我们不追着标题下结论，而是尽量把合同、财务和市场预期拆开，看清每一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这期内容只基于公开信息和个人研究，提供的是观察框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合同执行、政策环境、公司经营和市场估值都会变化，真正需要守住的仍是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仓位纪律和独立判断。